今天講主題章子怡的事兒。有人說講八卦，不是，你們沒人知道嗎？最近中共網上盛傳8月11號公告，章子怡230萬元人民幣投資，3年換了3億現金回來，不知道這個事兒嗎？最近你看看新聞吧，號稱中國這幾年最成功的一筆投資，3年時間230万元變成3個億100多倍。好吧，跟大家講一下这是彻头彻尾的一个金融里面的騙局。我以前跟大家說過，幹金融100%都是騙子所以這個事兒呢，外面不清楚，很多人都在講這個事情表象。我跟大家說一下這個事情的本質，太小貓膩了太簡單了我跟大家一說，大家就聽明白了外面講的人可能都在講這個事兒我給你們講這個細節。你們一聽就明白了300萬變3個億，230萬變了3個億，好吧事情全過程這樣的。2026年8月11號，就上周，香港證券交易所一家上市公司02145叫上美股份，發布了一個公告，19頁。公告就告知大家一件事，不用任何人管，不用任何人審核，就是我告訴你们，愛聽不聽，愛管不管。什麼事呢？就是上市公司用集團的自有資金收購了上海一業這家公司的股權，收了多少？收了23%的股權。從誰手裡收了呢？這個股權原持有方叫共青城大角投資合夥企業，就叫大角投資，也就是這家上市公司從上海一業這公司裡買了23%的股權。花了多少？3億0451849.87元，就是304.5万元買了23%的股权。大角投資23%股权，買老股買走了，把这3個多億，上市公司3個多億給大角投資了那大角投資是誰的呢？章子怡的，章子怡有99.99%的股權，另外1%他爸的，也就是等於這個，這就是這來歷這3個億的來歷那麼買老股嘛，那買的這個錢呢合不合規？就這23%值不值3個多億很容易會計師事務所給條件就是叫市場法或者現金流折現法都行。也就是上海一業這家公司2024年的銷售額稅後利潤是3.83億元銷售額，利潤5265萬元。那這一年你要買呢，那就不是300萬了。那這一年呢，按照市場法或者現金流折現法，可能不是3個億，1個多億就夠了，3%。2025年利潤突然收入增加暴增，就8.797億元，利潤暴增1.321億元。所以按照這個暴增後的銷售額利潤，再算23%的股權那3個多億值了，沒問題。所以會計師事務所評估也就是大家就明白了，收購一個公司股權的價值跟這家公司的銷售額和利潤緊密關係。如果按這個方法重置法成本法不是，如果按市場法、現金流折現法，那就有緊密關係大家知道了所以這個銷售額、利潤都達到這種程度，所以按這個東西市盈率然後一計算，比如10倍、15倍，所以3個億很正常。所以在法律上，這個錢收購沒問題那大角投資章子怡控股99%，他爸控1%這個大家就知道了，這個就等於是章子怡的。那章子怡當年購買花了多少錢？2022年章子怡控的大角股份使用了290萬元人民幣購買了上海一業29%的股權，這次只賣了23%，也就是6%還在大角裡面上海一業29%的股權290萬，所以呢他賣掉23%，當年就是230萬。明白了，這就是230萬當年投資這23%，現在換3個多億這個東西的來歷。那當年這290萬買29%，這個事合不合理呢？2022年上海一業這家公司全年銷售額只有2550萬元幾乎沒利潤。2021年的銷售額1.53億元，2024年就達到了3.803，2025年達到了8.797。所以呢，當年買一家銷售額2550萬元幾乎沒利潤的公司
290萬買29%的股權也沒問題。大家看看啊，这法律上都沒有問題啊。從當年的買到現在的賣到購買啊，表面上沒問題，包括股權的價格都沒問題。但問題出在哪兒了啊？一想就明白了。這家上美股權掏3個億購買這家23%股權的上海一業公司，它他媽原本就是上美的控股公司，它不是外面的公司。也就这家公司在2022年，即使章子怡投資稀釋了股份以後，這家公司上海一業公司55%的股權，51+4，55%股權也是上美股份名下的。也就是它一直是上美股份名下的控股子公司，它是100%对母公司合并财务報表啊。到這兒大家是不是覺得有些陰謀了？也就這公司原本就是我的，對吧？我控55%的股權，報表都合并上來，我所有需要的都給我，那我瘋了！現在要拿我母公司3個億去買它的股權，到這兒開始有點陰謀的味道了啊。那接着呢，這件事兒對於上市公司上美來講，它會有什麼結果呢？就是除了賬面少了3個多億的流動資本金，應該說沒有任何其他收益，因為它即使購買了23%，咱們說了這股權，它還沒有完成100%的收購啊。這股權還是有一點，比如我說了，大腳投資就有6%啊，所以呢，他只是把自己的控股從55%增加到將近80%，然後花3個多億，那你瘋了！原有就是100%合併財務報表的。然後看一下上美股權的公告，確實這次收購講了一堆對公司的收益，一看一個有用的字都沒有。只要是中國人看完就知道，什麼收益都沒有，好吧？唯一就是賬面沒了。那再往下看。8月11號發布的公司自有資金3個億，上市公司收購下屬公司23%的股權。6天後，8月17號，上美股權發布了上市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的業績暴跌，收入利潤同比下跌多少？77%，暴跌。換句話說，在發布收購公告6天後就發布了第一季度季報，不可能在6天前不知道這個數據。但是上美股權一定是挑在季報8月17號發布之前6天發布的這個收購公告。對啊，選擇前6天發布，為什麼？為了不影響這次收購公告的發布。那邏輯上大家想想，一個公司業績暴跌，賬面現金流大幅度縮小。看現在2026年的業績啊，然後這時候怎麼會再花公司大量的現金流去購買一個原本就是自己公司控股的下屬公司的股權呢？那正常來講，這種公告購買的公告一定是要經過最少也是上市公司的董事會審核、股東會審核再嚴重的可能要上告。交易所，再往上可能要上報香港的證監會。但是有意思的是什麼？這次上美股份收購這個行為明確叫附屬公司層面管理人員控股下屬公司，因為本來就控股嘛，55%控股下屬公司關聯人士的收購。對呀，章子怡的大腳公司是關聯公司啊。也就是它不是非上市公司本身，甚至不是非上市公司子公司，而是下属公司，所以它正好適用於了港交所上市規則叫14A.101条款，也就是完全豁免獨立股東批准，完全豁免獨立財務顧問意見，完全豁免股東通函。那就這次交易不用股東會，不用董事會，不用獨立財務意見，不用股東通函，不需要交易所干預，不需要證監會審批，什麼都不需要，唯獨發一個通告就行了。而且更有意思呢，收購23%的股权，根據香港仍舊是上市規則如果收購這種關聯的交易大於5%股權，但小於25%股權，就屬於港交所定義的
必須披露的交易，披露一下就好了，其他什麼都不用。所以精心設計的股權結構，精心設計的符合標準、符合條款，精心確認的發布時間，3個多億購買了一個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的股權，而且根據法律法規不給任何人提異議的機會和空間。講到這兒，大家看明白了嗎？應該聽明白了嗎？中共國人的老意見呀，中共国人的老意見，不是就是中国共產黨的老思維，就是表面上全部都在合法的範圍內做的事。我当年做投行时老干這事做投行时老看這種事，表面上全都合法合規，但這事本質我講了，大家想一想，就識別這種事情，這他媽絕對不正常啊！你自己下屬已經是控股子公司了，你的現金流對你一個正在業績下滑、準備虧損的公司極其重要，結果你把他們有限的現金流全去收購一家没有任何意義的一部分股权大幅度減少公司賬面現金流，而且讓分紅的可能性趨近於零，然後公告還選在特殊的时間，你他媽這不是幹嘛呢？這是幹嘛呢？邏輯上這種情況跟當年趙薇的情況一模一樣，記住了，在香港證監會可以從董事業務、公司資產是否被不當使用、是否對公司股東構成不公平傷害等角度，因為大家知道上美還有很多股東，也就是大股東他本人就持有30%多，他的員工持股會和關聯機構持有的加上大股東80%左右，那還有員工持股會很多人，剩下的散戶還有20%多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在这個裡面有很多散戶股東，你是公众公司，散戶公司買你的股票是對你未来有預期，結果你把公司賬面的現金流全幹了這個完全無聊的事，讓公司大幅度下滑，減少了股東的分紅機會，這就是是否造成對股東不公平傷害。那這個事兒從邏輯上按照以前的判例標準，香港證監會是完全可以介入的，加上這次發生的時間太關鍵了，因為章子怡套现出來的錢全是海外資金，也就是他在香港上市，他購買港幣、購買香港上市公司產生的交易都是在海外，那出現的也是海外的公司銀行賬戶，而且這3億明面上看，咱們先不管稅的問題，叫100%的合法收入，具有100%合法收入證明230萬買的，現在賣3個多億，那合法呀，我買的股權增長了呀，投資上市公司了呀，完全合法，幹什麼事都行。但是這種情況呢，那他媽就是一個壞榜樣。现在中共在嚴格查詢在香港投資的內地居民的資金合法性，那這個情況玩出來，這他媽就是一個絕對的壞榜樣。章子怡資金全部都能國際使，所以這屬於什麼？這屬於一個用正常的合法手段在極敏感的時期發生的无法解釋的一個我們可以叫做非正常，甚至叫騙局交易事出反常必有妖大家都明白了嗎？好吧所以現在這個事大家就看一下到下面有沒有結果，到年底，如果到年底中國共產黨對這個事不管不問，在這麼敏感的時候不問，那你就知道了，章子怡背後一定有一個傻逼習近平這一派的大佬大佬是誰不知道，到時候他可以找人找，對吧如果沒有這種關係，那在這麼敏感的時刻幹這種事，頂着風作案就找事兒那第二個結果就是被查了，好吧，被查了2個兒子2兒子走了，大兒子應該在監獄，許家印我這看着你看正好說一下，好像是好像是2兒子走了，大兒子在但是大兒子好像這次沒有判。那如果交易被查了只是簡單處罰交易禁止那最起碼能說明章子怡沒有什麼強的政治關係。但如果這個事被中共嚴格拿出來作為一個樣板去說，而且章子怡由此受到嚴重的牽連，那就是說章子怡背後的那個政治勢力應該是跟傻逼習近平完全不對付的勢力，所以命運也跟趙薇一樣內部交易嚴查當然當年趙薇離婚擺脫呀，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傍人等等做擺脫的
所以这个事兒呢，就看啊，我呢没工夫去涉及到八卦，我等这個事兒的結果，如果出現了剛才我講的沒人管沒人查，我再找裡面的人去問啊，章子怡背後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產生什麼東西。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講的不是主要章子怡這個事的大佬是誰啊，我只是跟大家說這個事兒是幹嘛，就是大家從這個事兒就能看出很多金融交易的過程中正常還是不正常。啊，我當然有點專業，可能很多人聽不懂，沒關係，那你就聽個笑話一樣。表面上看起來極正常，沒人問題啊，聽得雲裡霧裡的啊，就是表面上啊正常，聽不懂正常啊，表面上看起來一次很合法、很合規的一次交易，而且每一個細節都給你做到合法合規，但骨子裡就是一個極不正常的事情啊，也就是形象的說，我有一家公司。公司裡我有絕對的話語權啊，比如說有40%的大股東啊，絕對的話語權，其他都是小股東。那公司賬面所有的財富和資金是歸屬於我這40%的股東和那60%的股東的，歸屬於所有股東的。公司賬面的資金錢是歸屬於他的。那現在有一個我這家公司外面控股的一家公司，這家公司的賬面財務報表是可以合併上來的。這家公司裡面有一個跟全公司人都沒有關係的一個小股東啊，咱們就是章子怡。那現在呢，我把我這家公司賬面所有資金，也就是代表100%股東利益的錢，我只有40%，100%股東利益的錢，在我公司業績不行的時候，把這筆錢全用來購買了這個沒關係的這家章子怡的這個人的原本就在我公司裡關聯的這部分股權，對我公司沒好處。但是錢沒了，錢給章子怡了，是給章子怡了，還是章子怡背後的大佬了，還是什麼東西，我就不知道了。導致的結果呢，就是我買這個東西就沒什麼用啊。然後我公司的賬面上正在嚴重衰退的時候，現金還沒了啊。但是這個事兒表面上是對公司利益損失我最大40%，但是對那60%的股東也有很大的損害。而我所有的制度法規讓那60%的股東屁話都說不了。啊，沒有任何抨擊、質疑管理的權利，在法律上這個事兒我一個人說話他就辦了啊。那至於這些人的利益從這個交易中是不是受損，按照現在的法規，他們連話語權都沒有啊，所以他們只能眼睜睜的看，好吧？但是這個事兒本身一定是他們有利益受損，因為花錢為什麼花不清楚啊，所有人證監會可以管，但是我們看證監會管還是不管這個事兒，好吧，我囊括這下就知道了啊，能聽懂吧？能聽懂吧？啊，也就是這公司業績很好，一直往上走，你把賬面的資金去買個東西沒意義的，還能稍微解釋解釋。關鍵這個公司2026年業績一直向下走，上市公司，你賬面現金流多重要啊？但是出去了啊，那開個玩笑吧，我跟章子怡商量好了，3個億洗出去，咱哥倆一人一半，你那一半在我名下，但只能咱倆知道。別人誰也不許說，對吧？我的合法手續啊，我在這個時候併購，咔出去了，3個億沒了，甚至於就給你1個億，你230萬拿1個億不錯了，那2個億替我代持，代替我持有，私下簽一個代持協議，我揣兜裡，除了我連我媳婦都不知道。那3個億出去了，出去就不在上市公司的管轄範圍內了啊，完全是章子怡自行去操控了。但是原本屬於100%股東的那3個億，我只有3個億的40%的利益啊，而且這3個億什麼情況，將來能不能掏兜裡去，那還都不一定。現在就全都沒了，這樣的明白了嗎？啊，這樣的全都明白了嗎？好吧，啊。